生命透进了激流，不惧命运的浮沉。你在苦难路上行走，风里雨里不回头。你的脸上写满了春秋，心中装满了宽厚。你的身影迎着朝阳，天高云淡不言愁。黄河滩上走着我的娘，娘的血在我身上流淌，黄土地上矗立着我的娘，压不完的脊梁，黄河的魂。黄河滩上走着我的娘，娘的血在我身上流淌，黄土地上种着我的根，压不完的脊梁，黄河的魂。黄土地上种着我的根，压不完的脊梁，黄河的魂。没错，老孙大哥对英子也像亲闺女一样。可英子也好啊，真的就跟老孙夫妇俩养老送终了。那份孝顺呐，在咱们古风村也是头一号啊！我原本没想过要嫁人的，可是有一天，我去河边洗衣服，一脚踩到一个人，那个人病得很厉害，气都喘不上来。我怕他被野牲口掏了，就把他拖回了家。那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就是龙家的二少爷。可就算是我知道，我也要救他。人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？就像我干爹当初救了我。二少爷病好了，说看上了我，还没等我答应，他就拉着我的手去给干爹干娘磕头。干爹干娘为我们办了酒席，正式拜了天地。我跟二少爷在古风村一过就是10年，二少爷和我给干爹干娘送了终。这10年里，我给二少爷生了2个闺女，在怀上第3个孩子的时候，被接回了龙家。婆婆，儿媳妇小时候是河姑，配不上二少爷，让龙家祖宗蒙羞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对不起您。可是我从来没有做过半点不守妇道的事儿，更没有勾结任何人想要害死二少爷。这样的罪名加在我身上，我冤呐！二少爷对我恩重如山，我跟他情深似海。我柳英娘对天发誓，绝没做过半点对不起二少爷的事儿。若有半句谎言，让老天爷现在就打雷劈死我！你们编造证据，说我放火烧死了亲哥哥，我不在乎。可是你们不能为了要枪毙我就污我的清白，我不服！我有话说，我有话说。我是鸡枞客栈的伙计，二少爷常给我们夸二少奶奶。要说二少奶奶不守妇道，那谁信呢？二少爷去省城办货，是我赶的车。二少爷是被石少卿这个奸贼给算计的。
石少卿还买通了警察，让二少爷在大牢里挨了打，回来之后才吐血死的。怎么能说是二少奶奶害的呢？这哪儿跟哪儿啊？早就听说龙家有权有势的，县长，你就是再大的官也要听他们的。要我看呐，真想让英子死的是龙家。就是啊，上面坐着的那位，你就是英子的婆婆吧？咋，看不起我们古风村出来的穷丫头？我们可以带走啊。英子怎么招惹你？你这个当婆婆的就这么狠心，非得让县长编出罪名来枪毙她？我是个老实人，我会说话，但我想问问，你给了县长多少钱，要英子的一条命？就是，说出来听听。说出来听听。你们不许胡说八道！洪县长到了孝兴，不停地找我们家夫人的麻烦。今天，要不是洪县长邀请，我家夫人才不会来呢。怎么能说是夫人勾结县长呢？我说的不对吗？龙夫人啊，人品端正，她自然干不出来与人勾结陷害二少奶奶的事儿。但是，县长大人，我想请问，您为什么要这么写判决书，来污蔑我们二少奶奶的清白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是从西洋回来的龙家三少爷找过您吧？哎，你二少奶奶和龙家的当家人是有些矛盾，他顶多也就是婆媳不和。您这么写判决书合适吗？难道说真的是您受了三少爷的好处，专门加上污蔑二少奶奶清白的罪状，来讨好龙家的当家人吗？你老封建，胡言乱语！我身为一县之长，我怎么可能编造罪证呢？啊，这判决书上之所以这么写，那是有证据的。对了，那个，我记得你们谁跟我说过来着？去年就有警察到龙继宗家里捉过奸的。县长，是我向您汇报的，佘小四带人捉的奸。对，哎，佘小四，是，你带警察去捉的奸，还开了枪，又把奸夫抓进了监狱，对不对呀？啊？龙继宗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饶了柳英娘，给了她改邪归正的机会。但是他呢，不知悔改，又勾结奸夫，合谋骗了继宗的钱，还冤枉他入了监狱，这才害死了龙继宗。虽然没有直接杀人，但也是间接凶手。判决书那么写，那是没错的。哎，佘小四儿，你带警察去捉的奸，还开了枪，我命令你把当时的情况向在座的老百姓们说清楚了。县长，报告局长，是，去年龙家二少爷龙继宗找我去他们家捉过奸，可是柳娘是好样的，她跟石少卿没有奸情。石小四，你混！佘小四儿，你可想好了再说呀！我想好了，真的没有奸情。我带人专门进去的，那捉奸得在床，这事儿我懂。那床上确实没人。啊，对了，当时龙继宗冲在我前面，还差点挨了柳姨娘一菜刀啊！
抓住了石少卿，勘察了现场，这事儿我弄的是一清二楚。石少卿那奸贼是不忠不义，他跟龙继宗是结义兄弟，却惦记着一嫂，深更半夜扒人家墙头，想图谋不轨。哎，这柳英娘那是忠节烈女啊，手握菜刀，护着孩子，要与那贼人拼命，打不过贼人就要同归于尽呀。哎，局长，这事儿在石少卿下狱的时候我都写在卷宗里了，你没看清楚？还是没跟这个县长汇报清楚。行了，下去吧。不是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这龙继宗后来也弄明白了，是他误会了柳英娘，还跟他媳妇下跪磕头认错呢。石小四，行了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这事千真万确呀，做人得凭良心。我石小四绝不胡说八道。审判书上果然胡写呀！县长大老爷也缺钱，为了拍有钱人马屁，不要良心呐！是呀，什么东西？你们这办的什么差呀？这女人清白比命还重要呢！你们这么冤枉人还得了啊？冤枉冤枉，柳英娘冤枉！二少奶奶冤枉啊！你这个差事是怎么办的啊？既然没有奸情，判决书为什么这么写？是。肃静！胡某人非常的惭愧，经察局视察，就是我胡某人视察。既然奸情不符合事实，那么我在此向柳英娘，向在场的孝心的老百姓鞠躬致歉。臭不要脸的，又在这装正人君子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即便像古风村的老百姓说的那样，柳英娘她曾经是个好人，到了孝兴以后呢，也没有做过对不起龙继宗的事。可是呢，她呢在蘑菇镇放火行凶，烧死了人，这件事情是铁打的事实，那错不了。柳英娘，我想请问，你在蘑菇镇放火烧了柳栓子的房子，你认不认？我认，我是放了火，可是那房子是我给龙家当荷姑换来的，不是他柳栓子的。卖身这件事情呢，我不赞成，可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，我们在此呢暂且不去理论了。即便像你所说的那样，是你卖身葬父剩下的钱置办了娘家的房产，可那房子早就归了你娘家，你爹娘死后，房子自然由你哥哥继承，这点儿错不了啊。所以你烧的仍然是柳栓子的房子。柳栓子当时在屋子里睡觉，你把他烧死了，这就是行凶啊！我放火的时候，房子里根本就没有人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进屋子里看了？你说呀，说呀！我放火的时候，屋里没有动静，我觉得没有人。你觉得行吗？10个人证明是你点的火，8个证人辨认尸体画了押，你不应该偿命吗？
我本意不是要放火烧死我哥哥呀，是因为他卖了我2岁的闺女，要拿这房子做大烟馆，我才放的火。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我还有3个闺女呢，她们还都小，我死了，她们该怎么活呀？英娘，你别着急。洪小姐，你答应过我，要让你叔叔抓到人贩子，救回我的念地的，怎么样了？有消息吗？叔叔，我跟您说过的呀。父老乡亲们，我3闺女叫念地，龙念地，10天前在毛谷镇让我哥哥卖给人贩子了，到现在不知下落，是死是活，我当娘的不知道啊。刚刚2岁，才会说话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往外蹦，梳着3根小辫子，头顶上一个，两边一边一个。哪个好心人告诉我，你们谁见到我的念地了？县长，柳英娘，你的女儿被人贩子拐走，本县长有责任把她找回来。我向你承诺，一旦找到你的女儿，念地，我立刻把她送回到龙家，由龙家当家人抚养，如何呀？你的女儿被人拐卖了，是很值得同情，但这并不是你放火烧死人的理由。烧死了人就要负法律责任，法律责任你懂吗？老话讲，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好了，耽误的时间够多的了。哎，把无关人员都给我请走！快，把无关人员请走！县长大人，快点！来这儿说话！是啊，快点！叔叔，快点！准备行刑，预备！二少奶奶，你们不能枪毙我，我怀有身孕。你们枪毙我可以，让我先把我儿子生下来。你说什么？父老乡亲们，我怀有身孕已经2个多月了，我不能死啊！我死了，这个孩子就没了。我对不起金宗啊！我不能死！县长，您看，他小肚子挺大，大小怀孕，这他血的表现，我天哪，多了！好，来，范妇柳英娘，你这是诡计多端，不好对付。但我告诉你，今天就找出任何借口也没有用。政府已经在判决书上盖了章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县长，您宣布吧。准备行刑！
就冲着我来，我愿意吃这颗枪子儿。嫂子，英娘，是你？你不是答应我来做证人，你怎么半路跑了呀？我胆子小，再说这么丢人的事儿，谁愿意来呀？可我这心里闹得慌，我还是偷偷的来了。我就想在这人堆里偷偷的送送英娘，可谁知道这么热闹，我哭了一茬又一茬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。我要是眼睁睁的看他们枪毙英娘，我就不是个人了。你是谁呀？我是英娘的嫂子，被烧死的柳栓子的媳妇儿，我叫段金花。你们不是有10个证人8个手印吗？咋没找我呀？那天你们去蘑菇镇的时候，我可没看见你，来的都是小兵，是你的手下吧？关大人，你的手下管得可不太好啊，个个都喝多了，浑身酒气。随便问问就走人了，什么找证人、认尸体，我可一个都没见着。那手印儿是他们酒醒了自己按上去的吧？15年前，我嫁给了柳栓子。刚开始，他对我特别疼爱，天天夸我长得俊。后来，我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，起了个名字叫来福。那2年的日子，别提多美了。可是没过2年，他就抽上了大烟，六亲不认。娘不让他抽，他就活活的把娘饿死。嫂子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为了抽大烟，他把自己的儿子卖给了人贩子。他不是个人。为了那口烟，我儿子也被人贩子拐走了。都10多年了，到现在也没找着。别哭哭啼啼的了，这里不断家务事，把这个疯女人拖出去，看着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个刁妇喜闹法场，给我轰出去！等一等，老娘的话还没说完呢。走走走！是刘栓子自己找死的。刘英娘放火的时候，刘栓子根本就不在屋里，是一块大烟缸子拉在屋里，他舍不得才被烧死的。是刘栓子自己找死，不怪刘英娘。走，嫂子。大伙儿都听见了吧？柳英娘有冤情，有冤情啊！枪下留人！枪下留人！枪下留人！有我陪着呢，咱俩有缘。哎，姑姑，你让伙房再给我下点面呗。哎呦，上次的面可真好吃啊，我还惦记着这口。哎，多加点肉。嘿嘿，想吃你就快出去吃，龙家不伺候你这样的人。你
姑，那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呀？佘小三，你看不出我眉眼高低啊？你怎么可以帮着外人说话，让咱们自己家的夫人难堪呢？你忘了吗？你有今天这一切是谁给你的？要是没有龙家，你能过上今天的日子？你能穿上这身皮？你还耀武扬威的当你的什么队长吗？姑，我怎么向着外人了？那柳姨娘不也是龙家的二少奶奶吗？佘小四，你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！你真是想气死我了！你，走。哎呦，这气死我了！姑，我是装糊涂来的，我明白你们想干什么，可是我打小你就教育我，让我长大了以后当好人，要对得起祖宗。您说我要是胡说八道，那我还是好人吗？二少奶奶这么好的一个女人，要因为我这张臭嘴再被枪毙了，那我对得起祖宗？她哪儿好啊？她害死了二少爷，专门跟夫人作对。你说她哪儿好？哪儿好？哪儿好？姑啊，您不能因为夫人看不上人家就说人家不好吧？我记得有段日子，他们婆婆和媳妇儿关系不也挺热乎吗？二少奶奶冤，那是真冤枉，我看着都冤。还好今儿个我挺直了腰杆，我当了一回爷们儿。这要是按照洪县长的意思往下说，那我就成了杀人的帮凶了。嘿，哎呀，今儿个这事儿我干得漂亮了。哎，姑，这当官的盖着大印都没能枪毙出柳姨娘，这在绍兴这还是头一桩呢。嘿嘿，这事儿我见了奇功了，姑姑。这事我见了奇功了，姑姑。嘿嘿嘿，哎，姑姑，这火吗？给我下点面呗，我这肚子饿了啊，多下点肉。小三儿啊，那你是有功。哎，那姑吃面是不是？啊，这想吃面，你滚到外头去吃，龙家没有滚！滚！出去！哎，姑，我告诉你，今儿个你不管我饭，下次你叫我还不来了。夫人，荣福对不住你。吃里扒外，你丧心病狂！为了讨好那个妖女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让我婆婆下不来台啊！丢人呐！想我们龙家在绍兴几百年，这祖宗的脸面都让你丢得干干净净的。家法呢？沈管家，把家法请出来！这样的狗奴才，千万不能再放过他了，要家法打死他！你要干嘛？龙万氏啊，我这一跪的是龙家的当家人，不是你。我今儿在法场上说了，我没有卖身契，我不是奴才。你想打我，你凭什么？夫人，今天让您下不来台，龙福知错，从此不再端龙家的饭碗，就此告辞。龙福，你先等等。婆婆啊，你让他走，这样的奴才留在家里，没准以后还要谋害主子呢。龙万氏，天都快黑了，你这一天不在家，不该回去问问你儿子吃没吃饭，做没做功课？没事，婆婆。行了，这儿没你的事。大嫂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你都不知道，今天龙家的脸都让那……我已经知道了。娘，你可回来了，严总。我知道。
道出了乱子，柳英娘没被枪毙。出乱子，那是民心所向。龙福，我听说是你第一个跳出来带头煽动闹事的。是有这么样。我知道三少爷相拳厉害，有本事当着夫人的面再打上我几拳。龙福，你怎么能这么跟三少爷说话呢？夫人，刚才我给您磕了头，就是告别。自我幼时被老太爷相中，留在身边听指使，到如今我进龙家已经整整50年了。老太爷和老夫人对我恩重如山，龙福我没齿难忘。扪心自问，我对龙家也是忠心耿耿。50年了，恩情不断，可眼下缘分已尽，我也该走了，告辞。站住！龙福，你还知道我爷爷奶奶对你有恩？你说你一把年纪，长得人高马大，怎么那么小心眼儿？就因为我打过你一拳，你就当着孝兴百姓的面让我娘难堪，你好意思说你忠心耿耿？我龙福从小就不是个机灵鬼，既没有眼力劲儿，也不会说风尘话。老太爷对我们管教很严，因为我脑袋瓜子笨，挨了不少打，甭说拳头了，这背后皮鞭子也不知道挨了多少回。老太爷说过了，他不仅是老爷，还要做我的师傅，教我做人做事。严师出高徒的道理我懂，所以不管挨多少回打，我从来没有记恨过，因为老太爷打得对。龙彦宗，我龙福的度量不小啊，可是你和二少爷是双生子啊，那感情应该比亲兄弟还要亲。可你从西洋回来以后，不问青红皂白就要置二少奶奶于死地，你是什么居心呐？龙彦宗，有你这样恶毒的主子，我龙福绝不会再留下。刘英娘害死我二哥，枪毙的是为我二哥报仇。我跟你这种人没什么道理可讲。夫人，你保重。给我站住！三兄弟，他这么跟你说话，你也能忍？让开！让开！哟喂，这有没有规矩了啊？这下人没有下人的样子，主子不像主子。婆婆呀，就这么让他走了呀？这要是传出去的话，这以后龙家还有哪个下人把我们主子当回事儿啊？三兄弟，你要还是个有血性的爷们儿，你现在就追出去把那老东西给打死喽！龙万氏，不是让你回去管你儿子吗？怎么还不走啊？婆婆，回去吧，严宗也不是小孩子，你挑唆几句他就出去打人了。哎呀，闹哄一天了，你让我耳朵根子清静清静吧。佘管家，哎，你也下去吧。
娘，我是好意，没想到让娘当众出丑，是儿子做的不好。严宗啊，作为龙家的当家人，被那么多穷人指着鼻子骂，娘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可是，娘现在心里犯糊涂了。娘，您糊涂什么？为什么那么多人替柳姨娘说话？你是没看见，好多老百姓要替她挡枪子儿。难道她真的有妖术，能迷惑人心？娘，你相信我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妖怪，也没有什么鬼魂。那就是她占理儿，咱们做的不对。严宗，娘问你，你真的打了龙符？二哥的事儿本来就心里难过，那天喝了点酒，打了他一拳。你龙福的人品，他不会因为这个记恨你，诚心跟娘过不去。自从分家了以后，你二哥那个小家呀，发生了些什么事儿，我也都是道听途说。倒是龙福跟他们走得很密切。难道真的有些事情是娘臆断猜测，冤枉了柳姨娘？从法场回来以后啊，娘就心烦意乱，不怕别的，就怕做错了什么，对不起你二哥呀。娘，我知道了。既然这次柳姨娘没被枪毙，我正好有机会把整个事情都调查清楚，解了娘的心疑。太爷，我也来跟您告个别。我龙福是个孤儿，没名没姓，是您救了我，赐了我姓龙。今天我要离开龙家，您别怪罪我。把门关上。怎么着，三少爷？要在这祠堂里行凶啊！我龙福这条命啊，也是你们龙家给的。今儿三少爷想收回去，那你就收吧。你让老太爷看看，他的孙子是怎么对待忠仆的。听说我二哥一直叫你福叔。是，又怎么样？我今天也叫你一声福叔。谢谢你一直那么疼我二哥，我给您鞠一躬。用不着。不让你走了吗？你真不是因为我打了你一拳，你小心眼儿，在法场上煽动人和我娘作对？笑话！我有那个本事吗？公道自在人心。你是说我错怪了柳姨娘？三少爷，二少奶奶绝对不是个坏人。诬陷她与别人通奸，害死二少爷，这是无稽之谈。你就那么肯定？当然。那你见过石少卿吗？见过。可惜我没一锄头拍死他。你说我冤枉了柳姨娘，那我倒要问问你，石少卿为什么要害死我二哥？他们曾经是把兄弟，为什么会反目？难道是
家分了多少钱，你应该清楚。石少卿是从京城来的大老板，出手阔绰的很，他会看上这点钱，不是为了钱，那又是为了什么？中间如果不是因为柳英娘，石少卿不会和我二哥反目成仇。就算我二哥亲口告诉你，柳英娘是清白的，你就能断定，她不是受了蒙骗。龙福，福叔，我二哥的牌位就供在这儿了。我是他的孪生兄弟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我二哥好。我不能让我二哥白白就这么死了，我一定会替他报仇。所以柳英娘必须要死。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柳英娘，但是所有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分析，结论已经已经得出，我没有错怪他。三少爷，您确实能说，听起来也有些道理。不过我龙府长着眼睛呢，我见到的二少奶奶她绝对不是坏女人。不管怎么样，老百姓要为二少奶奶挡枪子儿，那个狗屁县长他没敢给二少奶奶判死刑。三少爷，等着瞧吧，老天爷一定会还个公道。人生苦，青春短，岁月忙，不可负韶光。朝思量，暮念想，为儿女凋谢一生芬芳。别离多，相聚少，月光寒，秋来加衣裳。天不黄，人已老，梦一场，谈情似染白霜。他知道北风南方苦暑难当，人情冷暖世事无常。他在何处，家就在何方。人生苦，青春短，岁月忙，不可负韶光。朝思量，暮念想，为儿女凋谢一生芬芳。别离多，相聚少，月光寒，秋来加衣裳。天不黄，人已老，梦一场，谈情似染白霜。他知道北风南方苦暑难当，人情冷暖世事无常。他在何处，家就在何方。知道命运坎坷，不必悲伤。人世沧桑，谁能无恙？再多的患难，心不曾绝望。他在何处，家就